小白学习量化交易 MT500。大家好啊，我是阿勾力。我们今天继续编写上一个视频中的 RSI 加马丁的量化 EA， 这是第二部分。建议大家看完第一个视频第一部分，方便理解。那么在第一个视频中，我们详细学习了这个策略的逻辑以及部分的编码。OK， 让我们继续编写后面的部分。这是我们上一期做的一些工作，写的一些代码，主要实现了在屏幕上获取 RSI， 并将它显示在屏幕上的过程。好，让我们继续后面的编码工作。上回写到这一行，是否显示调试信息？我们这个策略的做多做空条件，不知道大家还记得吗？不管是做多还是做空，首先就要获取当前的 RSI， 这个我们实现了。另一个就是要判断 RSI 是否是最近 N 根 K 的最高值，这是针对于做空。针对于做多的话，就是是否是当前 N 根 K 的最低值。我们把这个做多做空是否满足条件，我们也显示在屏幕上，显示在第二行和第三行。我们这里有一个当前 RSI 了嘛？还是你要显示什么就把它放在这个数组里面。我们要显示两个部分，一个是做多信号是否满足，还有一个是否满足做空信号。具体怎么满足它的内部逻辑方法，我们会定义两个方法来去实现。针对于做多做空来说，这里针对于做多来说，就是要比较当前 K 的 RSI 是否是最近 N 根 K 的最小值。这里我们定义一个方法 ，is mean RSI for bars， 就是是否说针对于最近这几根 K 的 RSI 是否是最低值。既然要比较的话，首先我们就要获取当前 RSI 的值。当前 RSI 的值，根据我们上一个视频学的，是不是说所有的 RSI 都是放在这个 buffer 里面的？包括你看我们这里打印的时候，打印的这个数值的时候，是不是也是从这个 RSI buffer 0取出来的？这里同样就是给它定义一个结果，这个结果是要返回的，要返回后面做判断。下面就是一个循环便利，循环什么呢？循环这个 bar for condition。我们看一下这个定义的变量是什么意思。这个20就是这个 bar for condition， 意思就是说比较多少根 K 的 RSI， 你是5根呢，还是4根呢，还是3根，是这个意思啊。我们继续便利，那肯定是要比较嘛，比较当前 RSI 与上一个，这里最开始是从1开始我们这里是从0当前是0，上一根就是1嘛，它依次循环的话，到下一次这个 i 加加，这里就变成2了，所以它就是依次与前面的前一根、前2根、前3根这样去比较的。然后如果说当前 RSI 大于了前面比如说3根中的任意一根，那么就说明这个 is mean RSI for bars 这个条件就返回就是不满足了，不是最小的那一个 RSI 了。那我们就把这个 is mean RSI 设置成 false， 因为它不满足条件了。只要有一个不满足，那么后面就没有必要再判断了，我们直接 break 就是直
接跳出了这个循环了。整体的这个方法最后会把这个结果返回出去，最后我们这里是针对于做多的，做空的话是什么？做空是当前 K 的 RSI 是最近 N 跟 K 的最高值，与之那跟这个方法那就是对应的嘛，对应的，稍微改一下就行了，就是是否是最近几根 K 的最大的 RSI， 那就不是命了，那就是 It's max RSI for bars。这里面的内容，把这个变量改一下。这里面的其余内容跟做多的条件是一样的，唯一一个不一样的就是你这个地方是要判断是否是这几根 K 中的最大的 RSI 嘛，所以说只要这几根，只要当前的 RSI 比这几根 K 的 RSI 任意一个小于它的话，那么这个做空的条件都是不满足的，我们就把它设置为 false， 其余的都是一样的。好，这里我们再给 is mean RSI for bars， 还有这个 max RSI for bars 做多做空的这个条件，再给它封装一层啊，因为这个方法其他地方也有调用啊，我们再给它封装一层，这就是做多信号。这个很简单啊，就是直接调用这个方法，这个方法不是会返回这个是否满足条件的布尔类型的值吗？如果基本上就是顺应它的，如果这个等于 true 的话，这个方法就是等于 true；如果这个等于 false 的话，这个方法就是返回 false。与之对应的做空信号，基本上逻辑是一样的，不过它调用的是这个是否是最近这几根 K 的最大的 RSI 这个方法，这是一个颠倒的关系。好，我们编译一下，看一下这里有没有报错，没有报错，没有报错。我们在图表上再看一下，它已经加载过来了。看这个地方啊，已经加载过来了。false 意思就是说不满足条件呀，最起码在当前这个 NK 的做多做空都是不满足。我们这里是实盘环境啊，我们不可能一直等它出现做多做空信号才能检查这个逻辑啊。我们直接使用这个 backtest 来做代码逻辑的检查。做这个之前，我们先把这个地方改一下，因为这里有很多无用的信息啊，什么 label 之类的，我们把这个状态改一下。这里总共有1、2、3加上这个4条信息需要展示。0、1、2、3，编译没有报错，没有报错之后，我们直接放在这个 backtest 里测试，依旧是选择这个 EA， 然后我们就在欧美上测试，只是做测试啊，无所谓的，在什么品种，2023年日期都可以，注意要把这个勾上。参数我们就选14、7、13 ，OK， 开始。这就是我们的这个 backtest 的这个界面，我们看一下，主要是看一下这个做多信号和做空信号是否满足的逻辑是否是正确的。现在都是 false 啊，我们目前写的逻辑是没有写完啊，只写了这一个逻辑，就是说当前 K 线是否是最近这几根 K 的最高点或者最低点？我们这里写的参数是3根啊，有3根的比较，看一下，哎，看这个地方，做空信号等于 true，我们看一下啊，那也就是说最近这3根。当前 RSI 一定是最近这3根的最高点，这一看就是啊。
一看就是，所以满足做空信号是对的。再看一下，再看一个做多的啊，做多信号是比较的什么？比较是当前这三根的最低的 RSI， 我们看这里也是满足的，很明显，肉眼一看就行。好，这我们就不检查了，继续后面的内容。这个地方debug info 啊，记得我们之前讲的啊，它就是一个输出内容信息的一个部分。我们这里，比如说再给它加两行，这个0、1、2、3、4就是一个数组的下标。比如说我们加了1、2、3、4、5、6，这个地方就变成5了。如果6的话，那你这个地方记住了啊，一定要改成这个数组长度的一个信息，否则的话可能会报错，会出现这个数组下标越界或者异常的情况啊，就根据你代码写的那个情况啊。我们看一下，你这个地方改了之后啊，看一下把这个颜色，因为我们是白色的面板，改成黑色。你写后面的代码。记得我们有一个条件了吗？就是可交易时段和避免在哪个新闻段做交易。我们把这个功能点写一下，就是判断当前时间是否是在可交易时间段内。把这个方法补充一下 ，is trading time low。就是判断当前时间是否在可交易的时段。判断的话呢，首先肯定就是获取当前时间嘛。获取当前时间之后，我们还要使用这个 time to struct。这个我记得在我写的有一个视频中有用到这个方法。它的意思就是说，把当前那个时间啊变成一个MQR datetime 类型的一个数据结构。使用这个 datetime 类型的数据结构，就可以获取到年、月、日、时分、秒这样的数据。好，继续。然后我们就获取到当前的小时数，当前是凌晨1点啊，还是凌晨2点啊？获取之后，我们进行一个判断啊。如果说当前的时间在我们这个 start time 和 end time 之间，那么就说明什么？说明当前时间段是在可交易时间段内的。这个 start time 和 end time 是我们这里定义的一个外部参数。好，我们继续，刚才代码还没有写完。如果不满足的情况下 ，else， 如果不满足情况下，我们直接就返回 false， 就告诉程序，当前时间段不在可交易时间段内。好，我们这个地方在这里调用一下，在盘面上看一下，好，要先编一下，这里就是7了，总共有7行，编一下。好，看这里我们是不是新增了这一行？当前时间是否在可交易时间段内是 true， 代表了是现在我这里的时间是10点多，快11点了，而我们这个 EA 写的参数就是1点到23点是满足的。假如我把这里改成12点到23点，那我这里看
看这个地方啊，就是 false 了，它意思就是说，当前啊不在可交易的时间段内了，它就不会做交易了。我们还是把它改回来，一点。好，写了这个方法之后，这里只是展示啊，具体的逻辑程序控制还需要再加一行代码，就是这个if 如果当前这个交易时间段内，它如果是返回 false 的话，就代表的是什么？代表的当前时间段内不可以交易嘛，我们就直接这里 return 掉 ，return 之后它后面的代码巴拉巴拉它就不会运行了，就起到了一个暂停一页的作用。还有一点就是避免在新闻时间段内做交易，就是避免在某一个具体的时间点去做交易，可能会造成点差过大什么之类的。针对于这个功能，我们还需要写一个方法，就是 should avoid trading， 避免这个时间段内交易。跟这里的结构最开始两行是一样的。首先就是获取当前的时间，并转换为 datetime 类型，然后这里放置的就是24小时，它们具体的是否是静止的一个状态。这个地方，我看这上面啊，其实就是这些外部参数啊，外部参数把它们放在一个数组里面。针对这个数组，我们进行一个判断。如果说当前的时间段内，当前我们这里不是获取了 time current 当前这个时间的小时，比如说是凌晨1点、凌晨2点，在这个 hours to void 的数组里面是一个 true 的状态的话，就代表这个时间段是我们是要禁止交易的，这个时间点是要禁止交易的。我们就给它打印一下，禁止在当前时间段交易，当前时间段范围为，我们把这个小时数写上。它禁止的，比如说我们这里写的是凌晨3点的话，禁止的时间点就是凌晨3点00分一直到凌晨3点59分，这样的一个意思啊。最后返回 false， 这就是禁止在某一个时间点交易的方法。写了之后，我们还要对它进行一个调用，调用一下，在这里用一下。对，还是跟这个意思大差不差啊。代码形式上有点类似啊，就是如果说当前时间段是禁止交易的，那我们直接这里就返回，直接就整个一个 return 掉。我们编译一下，但是我们在这个 backtest 里面做一下逻辑的检查。打个比方说吧，我们就避免它在9点做交易，把它 false 改为 true。注意看这里啊，暂停交易时段9点到9点59分改为 true， 暂停交易了。把这个勾上，点击开始。大家看这里啊，这个地方，整个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就是显示的一些信息啊。我们刚才写的这个print 这种语句啊，它就是打印在这个控制台上面，就是这个日志上面。我们这个 EA 设定的条件是什么？大家还记得吗？是凌晨1点到23点是它的可交易时段，所以目前这里的时间
这里的时间是0038凌晨38分，所以它不在1点和23点之间，所以它是禁止在当前时间段交易的，懂了吧 ？OK， 好，我们让时间走啊，让时间一直走到什么？一直走到9点，我们看一下它是否是会打印我们这一条信息啊，禁止在当前时间段交易。看这里，现在是9点，比如说这个时间点，我向上拉吧，向上一直拉到9点最开始的时候，这里是不是最开始的时候？9点过1分的时候，它就弹出了禁止在当前时间段交易，当前时间范围为9点到9点59分，对了吧？这它一直运行到9点59分之后，它就不会再提示这个信息了，因为就已经到了可以交易的时间段了。不行，我们运行啊，你看，这都几点了？1月2号23点26了，地方就没有多余的禁止的提示信息了。下面我们还需要写一个什么方法呢？就是判断手数啊，就是检查一下我们这个手数 checkout， 也就写在这里吧，手数检查。依旧还是声明我们的方法，然后传入我们的手数，这里传的就是初始化手数。首先就是获取 volume， 就是把这个进行一个转化，只取2位小数，然后再获取一下这个 step。这个 step 是什么东西啊 ？step 就是这里的步长的意思，是每次是增加0.01的这个意思啊。步长判断一下，其实这里就是把我们的这个手数啊规范一下。这里就是获取的值就是这个最小量，这还有最大量，我们待会儿也要获取的。如果你输入的这个初始化的手数啊，如果小于这个最小量，那直接就给它返回0。那最小量，那根本就做不了啊，做不了的交易那还不如不做呢。剩下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最大量，就是最大的手数你可以做多少手。我们这里暂时，如果说当前手数啊，你就这么自信啊，你直接要做最大的手的话，那直接就给你赋值了，最大的，再多也做不了了。后面就是返回。好，做了初始化手数的检查之后，我们这里不是，我们再做一层判断啊，就是如果说你这个手数等于0的话，可能就不让你走到后续这些开单的流程了，因为你0的话肯定就错了嘛，0的话就做不了嘛。下面我们讲快一点啊，下面就是真正的做单环节了。做单有几个条件啊，首先就是 RSI 是最近几根 K 的，这是针对于做多单啊，最小的 RSI， 并且当前是没有多单持仓的，并且当前 RSI 是小于我们设定的这个范围的，比如说30、10，并且上一笔交易是没有亏损的，这是我们整个的做多的条件。相对应的做空的条件是这个逻辑，就是一定要是最近这几根 K 的最大的 RSI， 并且没有空单持仓，并且 RSI 是大于这个 RSI level 的，比如说大于70、大于80、大于90，
并且上一笔交易是没有亏损的，因为有亏损的交易全部都交给马丁处理了。针对于这些方法，我们可能需要可能要写不少方法。首先就是这个方法 check by condition， 这个我们之前已经写了啊，就是是否满足做多条件的。还有一个方法就是当前 RSI 啊是否是小于这个数值的，这个比较好实现啊。我们直接获取当前这个 RSI， 与它进行一个比较，这个条件也好实现。还有一个方法就是当前没有多单持仓，这个方法针对于空单的话，就是当前没有，它要检查就是当前没有空单持仓。还有一个条件就是上一笔是没有亏损的，这就是整个逻辑。针对于空单的话，我们这里就是 check sell condition， 这里我们之前也已经写好了。还有一个就是要判断它是没有空单持仓的，就是 is sell position open， 判断一下。还有针对于当前 RSI 的判断，这个就更简单了，直接这样一写就行了。好，这些方法中我们差的可能就是这两个方法，我们把这两个方法补充一下，在这里写一下，是否存在多单持仓。整体逻辑就是便利我们的持仓里面究竟有没有这个魔术号。之前我们解释过啊，说过这个 magic number 就是每一个 EA 的身份证，我们这个 EA 做的每一笔交易都需要带上这个 magic number。我们通过这个 magic number 来判断是否哪一笔交易是属于这个 EA 的。那我们判断是否存在多单持仓呢？就是把所有的持仓便利一遍，看一看是否存在与这个 magic number 一样数字的这个持仓。我这里就直接复制过来了，因为它这个代码比较多啊，比较细碎。整体逻辑就是，先获取这个持仓的数量，然后一步总额，然后每一条的去便利啊。你们如果不理解这个的话，其实完全可以一直拿着这个用就行了，因为这种逻辑啊，这种方法基本上是不变的，包括空单也是一样的，这个逻辑啊它是不变的，它不管在哪一个 EA 里面，它都是这样用的。好，这三个方法我们都写完了，针对于做多的，针对于做空的也都写完了。具体到这个上一笔交易有没有亏损啊？我们先暂时把它放下，因为这个是涉及到这个马丁处理相关的啊，先不写。好，我们先把已有的这些方法啊，给它写出来，逻辑写出来。首先是做多的条件，然后没有多单的持仓，并且对于当前 RSI 进行一个判断。判断来说，这里我们就要开仓了，做多单 open buy 了，这是做多的，我们干脆一次性把做空的也写了吧。做空的，这里可能还差一个括号。做空的条件，然后是否存在空单持仓，
对于当前 RSI 进行一个判断。如果这个满足条件的话，我们就要开空单了，直接把这个买单卖单直接做了吧，不然的话在图表上不太好观察。我们直接把这个多空都给它做了，这两个方法都给它写了，写在这里。这个方法作用就是开多单啊，开多单。开多单，首先我们要获取ASK 价和当前的点差。这一部分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使用 Symbol Info Double 获取当前品种的 ASK 价，因为我们是做多嘛，做多就是用的 ASK， 做空就是用的 bid。获取了这个价格，并且还要获取到当前这个点差，因为我们后面针对于点差要有进行判断的。怎么判断呢？就是要判断一下当前这个滑点当前这个点差会不会超过了我们规定的最大的点差了。如果点差太高的话，就不太适宜去继续开单。然后我们再定一个 take profit price 和 stop loss price， 就是我们做多的止盈价位和止损价位。如果说我们的输入这个外部参数啊，止盈的点数是大于0的，就证明什么？是大于0的，就证明是有止盈的嘛，有止盈的。有止盈的话，就是做多的止盈，就是现价加上向上加我们想要的盈利点数。做空的话，就是向下减嘛。至于多单的止损呢，就是现价减去我们需要止损的点数。然后其余的就是直接开单了。开单这个 trade buy 方法，我们之前是有讲过的。第一个就是手数，然后品种、价格、止损价、止盈价，它会返回一个状态啊。如果它是返回错 false 的话，就证明开单失败了，我们就打印一个提示。这是整个多单的逻辑。空单的话，跟它其实是对应的，我直接就粘过来了。空单的话，多单是用的 ask 价，空单的话就用的 bid 价，还是一样判断一下当前品种的信息。点差如果太高的话就不做了，依旧是把止盈、止损的价位加出来，计算出来，直接开单用 trade sell 这个方法之前也是讲过的。然后就在这里直接调用就可以了。我们编译一下，看看有没有报错啊？没有。编译的话就是按这里啊，或者你按 Ctrl F5也可以。点击，看到这里吗？它由这个图表变成这个图表的时候，代表代码运行的这一个状态了。我们看一下，它就是要开空单了。我们看一下空单的逻辑是不是满足啊？看一下代码写的对不对。首先来分析做空的话，第一点，是否是最近几根 K 的最大 RSI， 就返回 true， 做空信号满足 true， 是否在可交易时段 true， 就是满足的，是在交易时段。还有一个信号是什么？我们看代码里面写的，没有。做空的话是没有空单持仓。我们看一下交易里面，这个持仓面板也是没有的，满足。还有什么条件？当前 RSI 是要大于我们这里应该写的70，应该大于70的，这里70.92，全部满足，我们就开了空单了。
逻辑正常，那么让它运行，空单进去了。我们运行快一点，让它运行到多单那里，这就到多单了。我们看一下啊，是否满足做多的条件。第一个，做多信号 true， 做多的话就是是否是最近几根 K 的最小 RSI，true 代表确实是最小 RSI。还有个条件是没有多单的持仓。我们看一下，确实是没有多单的持仓。这有一单空单，是因为我们还没有写那个代码还没有写完啊，我们只看多单，这里没有多单持仓。还有一个条件是，当前 RSI 要小于这里是70的话，就要小于30。我们看一下，这里是17.57。对，代码逻辑都是正确的。好，后面我们就不再继续演示了，因为我们的代码还没有写完。这个马丁啊，包括针对于上笔交易没有亏损这些逻辑还没有补上的话，直接这么去回测的话会有问题啊。好，我们今天暂时就先到这，因为已经屏幕录制太长时间了，我们先暂停。剩下的内容，剩下还有什么内容？剩下就是关于马丁的那一部分。对，剩下就是关于马丁那一部分，我们下个视频再把它补充完整。好，今天就这。好，如果您觉得本期内容对你有帮助的话，还请点赞、评论、留言，我会继续带来更多的内容。好，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拜拜。